大家好，我是小高姐。今天我们来腌酸白菜。酸白菜成败的关键就一句话：乳酸菌发酵产生乳酸。只要满足这一个条件，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2颗大白菜，剥去最外面的菜叶，去掉根。如果沾上沙子或者灰尘呢，拿去冲洗，否则不需要洗。根部切一刀，掰开。继续切，直到把1颗白菜分为8份。去掉菜叶的白菜称一下重量，盐的用量是白菜的2%。如果你有以前的泡菜水，盐的用量可以降低为1%。把盐一层一层均匀地撒在白菜上。盐并不会影响乳酸菌的生长繁殖，但是盐水可以防止其他杂菌的生长，它是起保护作用的。放盐比不放盐的酸菜更容易成功，而且酸菜里有一点咸味，吃起来会好吃。你可以用普通的盐，但是酸菜腌好之后呢，味道都挺好，就是颜色发黑，你要考虑用泡菜盐。因为泡菜盐里头没有碘会让酸菜发黑。盐撒好之后呢，瓶子大的话呢，直接就可以放到瓶子里；瓶子不大，可以等半个小时，菜帮子变软再放，可以放得更紧密一点，而且菜帮子也不容易折断。我一般不用开水烫菜，如果你选择烫白菜的话呢，小心不要把菜叶上的乳酸菌都烫死了。烫菜实际上是一个消毒的过程，把杂菌杀死的同时呢，你也杀死了乳酸菌，然后再把烫菜的水倒入瓶子里，最后用盖子密封。你可以想象瓶子里很多的乳酸菌已经被开水烫死了，烫菜会降低你的成功率，除非呢你有以前的泡菜水可以接种一些乳酸菌，或者呢没有烫特别久，还有很多幸存的乳酸菌，否则你忙活了半天，2个星期之后呢，发现自己做了一瓶白菜罐头。盆子里剩下的一点盐水也倒进去，把2颗白菜放到这个瓶子里，一定是塞不进去的。不过不要紧，给上面压一块石头，石头的大小是可以掉入瓶子里的。盖上保鲜膜，防止灰尘落入。这个时候呢，瓶子底只看到1点汁水，今天就不管它了，就这样放置1个晚上。第2天，石头已经完全掉入瓶子中了，而且白菜也出了很多汁，已经快要跟白菜一样高了。如果你的白菜摆得比较松散，这个时候呢还可以调整一下位置，然后呢把石头轻轻地压一压，让白菜完全没入到汁水中。这个是不加1滴水，白菜是在本身的汁水中完成发酵的。如果白菜的水分少，盐浸过之后呢不能够产生足够的汁水没过白菜，你需要加水让白菜没入水中。如果水加的比较多呢，还要补充盐。加水你实际上是把白菜汁稀释了，你可以给里面放几块苹果补充糖，苹果也要没入在水中。或者呢你不加水，而是加入煮熟并且放凉的米汤或者面汤，乳酸菌发酵这些糖和淀粉产生乳酸，这个方法呢可以增加酸菜的酸度。盖上盖子，密封放在室温下发酵10天到2个星期。我家的温度是20摄氏度，温度高发酵快，温度低发酵慢。我们来看一下如何防止酸白菜或者泡菜在发酵过程中白膜的产生。另外一个瓶子里面我腌了1颗白菜，用2%的盐水把瓶子加满，瓶子里不留空气，盖子盖紧。2个星期之后，酸菜腌好了，菜叶已经完全变黄了。打开盖子，没有白膜，它不会产生白膜，氧气是产生白膜的主要原因。这个瓶子里没有氧气，就没有白膜。石头拿出来，可以看到水中腌好的酸菜。回来看看第1瓶酸菜，水没有加满，里面有一些空气，这一点残留的空气中呢有少量的氧气，这个瓶子里头有氧气，所以它有白膜。
但是呢，盖子是密封的，没有接触到空气中的氧气，否则会产生更多的白膜。这个白膜呢是卡姆酵母，对人体无害，也不太会影响酸菜的效果。如果你不喜欢的，用水冲掉就好。腌好的酸菜你吃多少拿多少，剩下的酸菜继续用石头压着。如果酸度够了呢，就放到冰箱减缓发酵；酸度不够的话呢，继续放在室温发酵。你看这个方法腌制的酸菜，菜帮子是白白的，菜叶子是黄黄的，颜色鲜艳明亮，非常好看。最外面的叶子曾经是绿色的，它还有一点绿色的痕迹。经过腌制之后呢，也变成了酸白菜特有的黄绿色。酸白菜虽然在水中泡了2个星期，但是白菜帮子依旧是脆的。我嚼一个菜帮子，你听听声音。如果你确保乳酸菌的菌种，给它养料和合适的生长环境，并且有抵御杂菌的机制，你的成功率是100%，不可能失败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小高姐，我们下集再见。